那个客人在包间脱裤子，拿多少钱啊？2万到3万。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选择做这一行？因为喜欢，平时会跟朋友一起去打球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就接触到了台球这一行业，然后就觉得挺好玩的。那你们来上班的时候是要通过面试的吗？对，会有一个基础面试。面试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是台球技术还是身材、长相、颜值？其实很多人都不会打球的，从小白做起，其实颜值会看重一点吧。那如果一个女孩子她从来就不会打台球，她也不喜欢这个东西，但是呢，她长得很好看，身材也很好，那这种情况会通过面试吗？会。那咱反过来说，一个女孩球打得很好，但是长得不好看，身材也不好，这种会被录取吗？这种概率很小，公司会录取的概率很小。你身边的人有吗？没有。我们来谈谈服装。你们平时上班穿的衣服都是自己买的吧？公司有没有对穿着这块有什么样的要求？都是自己买的，就是你自己喜欢穿什么风格，你就自己去穿，自己去购买就好了，公司没有规定的。我看到大家穿的都会偏清凉一些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一部分是助教自己个人喜欢这一类风格，因为我认识的很多助教里面，其实他们都是喜欢那种自己就是喜欢那一种风格的，关上不上班这种东西是不重要的。有没有一种默契呢？就是穿的越少，生意会越好，不然很难解释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这么穿。也有一些看客人群体，有一部分客人群体他就会专门找这种，就是穿的很凉爽，他不管你球打的好不好，他就会找这种长得好看站在那里就行，60%吧。那你第一次上班的时候穿成这样，出现在一群男人当中的时候，会不会感觉有点奇怪？会，就感觉就是很不自在啊，心里就感觉对啊，就感觉好像那些都在看着你这样子。那过了多久就真正麻木了？穿多几次，然后你要在心里面自己想着安慰自己，就会说，就是以我自己个人了哈，我就是这种风格。你身边的亲戚朋友，包括父母，知道你做的工作吗？我少部分朋友知道。如果有人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你的话，你会当面怼回去吗？会会，这是我的工作啊。你们会加一些客人的微信吧？嗯。OK，下一个问题，一个月最多可以赚到多少钱？拿多少钱啊？2万到3万。大家都有机会拿到这么多吗？有没有人赚的少的离谱？就是以普通助教啊，我拿一个例子来说，有一个实习助教，就是那种实习助教的话，就是那种不会打球的那种，刚进门的小白。然后那个小白助教是不是长得很好看的？他某一个月的工资当时是才拿了3000多块钱，你可以去想一想，3000块钱跟人家3万块钱的一个对比，这就是那个差距。更好一点的就再往上一点就是7、8千，也有5000块钱的。有个初级助教当时是拿了5000多块钱，这个我记得，因为我寻思他才拿这么少钱。一个月可以赚到2、3万的助教，和一个月只能赚到几千块钱的助教比起来，他是跟这些客人关系更好呢，还是更漂亮，或者需要两者都有吗？两个都有，长得漂亮，性格又好，然后嘴巴又甜，会说话，这种很招那些客人喜欢。因为其实客人过来跟你玩，就是玩一个情绪价值，你给他的情绪价值越多，他就可以说相互付出嘛。就你给我开心了，我跟你花你钱，其实我是很开心的。本来我也是去打球的，如果我是客人的话啊，这个助教惹得我很开心，我就会觉得，哎，这个助教真的很好玩，我下次没事了，我就可以去找他打打球，开开心心聊聊天。这个钱我觉得是花的值的。
除了正常的工资以外，有没有隐性收入？比方说小费了，还有打赏了之类的。公司是不准的，但是实际当中会。对，会有一些，但是这种东西是不允许被公司知道的。就是双方都要保密。对，就是这个东西是私下来的。那这个钱是客人开心了就会给呢，还是要付出一些额外的代价呢？开心了就会给。我以前就试过一次，那客人他们在玩赌钱的，就一群人喝完酒开心，很开心，拿着一沓现金在那里玩，就开始发钱了。然后呢，他一赢钱，他就这样子甩给这个几百那个几百，这样子一直就这么给。其实有一些客人来打球，他是没什么钱的，你们也看得出来。可能平时的话呢，打个球还要和一起来的朋友 AA 制。那这些人有的时候也会花个几百块来点助教，你觉得他们花这个钱真的是想学习台球的技巧吗？还是另有所图呢？感觉撩妹吧，就是感觉有点那种撩妹子的感觉吧。就是我遇到了很多年轻的小客户啊，那种客户群体比较年纪小，就是也是刚好到成年18、19岁那样子吧。那些客人就是刚出来社会也没有什么钱，但他们就是爱点助教。然后呢，就像我昨天听到我另外一个朋友说，他的朋友啊，那个朋友就喜欢经常过来点助教。然后呢，他另外一个朋友就说，哎，他就是个水鱼来的了，很好玩的。他就这么说他的，就说就喜欢点2个助教玩一下，又没什么钱，就这样子。你是本身能看出来的，他是想撩你，然后才会点助教。对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的，他来过几次之后，你就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样子的了。他们真的有机会吗？还是只想赚他们的钱？会拒绝，就是会一开始会给点暗示他，就是说我们只是打球，其他之外的那种关系想法就不要多想。这种类型的客人，他在回家以后会不会给你发一些比较露骨的一些信息之类的给你？有，那你会不会给他机会？我就说，反正就是直接拒绝他，不要给这种人有幻想。这种客人他如果追不到你，他就会直接下次就不会再点你了。他就这样子，看你想不想围住这个客人吧。有部分助教他会觉得，哎，我能钓的这个客人啊，他至少会来再找我打几次球。但有部分他就是说不要了，这种客人，因为他的目的已经很明确了，他只要没有达到那个目的，是吧？而且新鲜感一过什么什么的，他也可以换同样的办法去撩下一个助教。因为有很多助教是被叫到包间里面打球的嘛。那在包间里边，你见过的最过分的客人的行为是什么样的？我是听过的，然后见过的就是最多就是那个客人会对那个助教突然之间，碰一下他的私密部位，这种是我见过的。还有一部分就是听过的那种，这种就是哎呀，这种真的很难说。这种那个客人在包间脱裤子，说有个助教去主动帮他什么，有点涉黄了。对，然后那个助教后面就是被开了。那你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被骚扰的行为？遇到过客人会突然间碰一下你什么这样子的。碰到的是哪里？你当时是怎么做的？是忍受还是怼回去呢？他碰完之后，然后我就直接退出去，因为我们不能直接正面跟客人刚。有的包间台球厅的包间是没有监控的，这种东西是没有证据在那里的。但凡有个证据在，那个时候肯定就会就说你为什么要碰我什么什么的，就会这样子。但是我之前遇到过一次，当时那个包间是没有监控的，然后客人对我动手碰了一下，碰完之后，然后我就直接我就说我要出去了。出去完之后，我就直接去跟教练和管理层那边去说，我说这一桌的客人我不会再上。他说行，你自己先在下面待一会儿，我们上去跟客人说你不上了，就这样子。然后那个客人当时喝完酒之后还满场的找我。
有没有遇到特别奇葩的客人？比方说，大哥带着自己的老婆或者是女朋友来打球，结果还需要点一个助教陪着打，当时的气氛是什么样的？其实我觉得会有点尴尬。我之前接待过好多次那种小情侣过来打球，然后呢，那个女孩子坐在那里就时不时又不是什么很说话，就玩手机。这种时候我就不会继续跟那个男的再聊多几句了。那个男客户的话，聊一聊你们的薪资结构，有没有业绩考核？就打球时长，陪打球时长，他一般都是按几这么去提的，有提10%的，也有公司抽13块钱的，也有抽10块的。客人1小时花80块钱，你能得到多少？以10%去提的话，就是拿8块，公司抽8块，我到手72。全都是这么简单的来计算的吗？对，不管你打多少，有的人他会有个目标的，就假如说我这个月我是什么什么级别，然后我这个月要打够多少个小时，它每一个级别那里会有一个目标的陪打时长线，只要我打到了那个线，我的提成会高一点。有没有底薪呢？没有底薪，对，纯粹就是打球。我听说球房里的助教是可以买钟的，就是给钱然后把人带走，有没有这回事？这个国家是不允许的，但是会有，对。你有没有被买过钟？之前有客人说要给我买2、3天带我出去玩，这种我就不去了。那其实大家也都是心知肚明，只要你答应了客人去买钟，那也就是你默认了接受，可能会发生一些别的事情。这个我不清楚，那个不是很熟，就是我听到过的那个助教出去的那个助教，我不是很熟。我身边玩的好的这些都是说不会去的。上个月还有客人他说给我买几天，带我去成都玩一下，我说算了，我不去，我要挣钱。我想知道你是在什么条件下会去，又在什么条件下不会去，你是怎么判断的？这个去和不去的界限又在哪里？什么情况下会答应？对，这种的话，我一般都是那种玩得很好，就是从客人到朋友，一直玩一直玩，大家玩得很好很好，大家都相互了解什么什么清楚了。你说你给我买钟出去的话，我可能就会考虑一下，一起都是朋友，一群人出去玩啊，这件事。你说单独的这种你就不要搞那种东西，因为大家都是朋友了，没必要。有没有这种为了钱而什么都敢做的这种助教呢？会有，会有，有的助教会比较聪明啊。就假如说，他说要带我，就是那个客人说要带我出去玩，我说可以啊。然后我的姐妹也想一起去，你能给我姐妹也一起买出去吗？有的客人会比较大方，他就说好啊，可以啊，你跟你姐妹一起来嘛，我们大家都有个伴，就3个人一起出行。那个助教的人身安全就没有说那么的危险。买钟的费用和打球的费用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。会有多大区别？我之前是有遇到过158块钱1个小时的。你平时打球是多少钱1小时？8、90，相当于贵一半。对，贵一半。你们手机里边应该有很多大哥，这些大哥呢又可能同时认识好几个助教，那么你们助教之间会不会因为抢课而争风吃醋呢？就在助教这一行业有一个很大的通病，就觉得这个客人点过我2次之后，他就是我的大哥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万一有一天我没空了，或者是大哥想找一下别人玩，他一点了别人，我就会觉得，这个助教就是在抢我的大哥。是的。对，然后我就后面去唱衰他，就是会一直后面去贬低他什么什么的。怎么样去唱衰？具体会怎么做呢？对啊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跟
自己的助教小团体里面就会一直说他，然后那些就是传来传去的，就会觉得这个人抢客人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的。这种事情普遍吗？普遍。所以我说这是助教最大的一个通病，因为客人是没有固定的，那客人出来花钱，他想点谁就点谁。这个钱不是说，哎呦，只能花在你身上，我跟你玩的好，我就一直要点你。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助教最大的一个通病。那你见过的最夸张的这种抢单抢客的手段是什么样的？最夸张的好像也没有吧，反正就假如说这次我上了你的桌，然后呢上一个助教他没上，然后不是这样子的，假如说我刚刚在忙，然后有个助教上了你的桌，然后我就会过去，后面我忙完了之后我就会过去给你发信息，我说直接要么就是你旁边，我就跟你说你把他下了，不准再点他了，让我上，就这样。那如果这大哥真的这么做了，很尴尬，太没面子了吧？很没有面子的。那会不会记恨你？会，我身边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，明知道关系会变差，但还是会这样做。他们还是会的。也就是说，同事之间的关系和利益相比，还是要选择利益。对，因为你每天其实我们相当于是跟客人接触的最多，其实跟别的助教朋友什么什么的都接触的不是很深。换句话说，助教之间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友谊，对，都是出来赚钱的，竞争关系。对啊。你认不认为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内耗？会不会感觉心很累？会啊，这个会的。其实做助教最累的，有时候不是身体累啊，是心很累。假如说你约不到客人，赚不到钱，你假如说今天我一天都没上，哎，我的心里看到别人都在上桌了，都在赚钱，啊，你心里就会觉得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自己约不到客？为什么自己就上不了桌？然后说是不是自己觉得自己很丑啊，什么什么的？是今天自己的妆容不好看呢，还是今天自己的衣服穿的不好看呢？为什么就没有客人会点我？就会有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再加上万一和助教之间有点小摩擦什么什么的，就很心累。其实真的会很心累。所以很多助教他做一段时间之后，他们就会说去休假去玩一段时间。有没有在哪个瞬间突然觉得，哎，算了，这个钱我一分都不想赚了，我不想干了？会啊，很多次，很多次。还是要承受一些压力。对，其实他们觉得助教这一行业是很光鲜，赚的钱很多，但是你要想想每天都要化着妆，然后又要去每天都要面对微笑的，就假如说你自己有什么烦心事，家里有什么事情了，我还是要以那个微笑去面对客人。既然我赚了你的钱，我就要服务好你。你觉得这一行算不算是赚快钱的行业？算了，算快的了。你想想，人家一个月算人家5000块钱工资，一天下来应该就100出头差不多。但是你在台球厅里面打1个小时就差不多，打1个多小时差不多就有100块钱，我相当于1个小时抵人家的一天，是吧？很多人说，做台球助教吃的是一碗青春饭，你认可这种说法吗？我听到很多身边助教吐槽啊，说不知道做完助教，其实我也有这种烦恼，就是做完助教之后我不知道去做什么，因为其实做助教这一行的话，其实也就只有一个打球技术，要么就是还有一个跟客人的一个人际交往的那种，相当于我们嘴上说的伪客，是吧？就只有这2样了，其他工作经验很少。以后还能不能看得上一个月只有几千块钱的普通工作？得适应。你一下子下来，有一句话怎么说？有入俭，反正什么俭奢的那个，其实助教就是个青春饭，你干不了几年的，就这几年青春的时候，过了之后你就得什么了？那你觉得这碗青春饭能吃几年呢？现在其实很多18岁的助教就出来了，
应该就会干到24、25吧，也有6、7年。有没有想过真正的退路在哪里？我有想过做美甲师，但是美甲师一天要坐在那里一直做，就会很累。我不知道我的脖子能不能受得住。要么就是做文员，因为我以前的专业就是文员，就这2个了。OK， 最后一个问题，我想让你对着镜头，对那些想干这一行的小女孩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想跟她们说什么？保持住自己的底线，不要去越过它。纵使有太多的欲望在，你也要保持自己的底线，知道什么东西该做，什么东西不该做，什么钱该赚，什么钱不该赚，做好自己，就这个。